这可能是今年开篇最欢乐最傻屌的剧集，难得还会看 DCEU 笑出声啊！究竟是赵喜娜放飞了自我，还是黑袍纠察队劈了叉呀？且看老干妈再现好吃。和平使者首次登场于1966年，查尔顿漫画发布的军事系列中，这家公司目前已经倒闭。DC 在1983年拿到了他们公司大部分的角色版权。和平使者史密斯是个极度向往和平的人，为此他可以不停地杀人。没错，史密斯的信仰很虚伪。去年的自杀小队全员集结的是和平使者这一角色首次登上银幕。他阿曼达招募加入特遣队，前去执行一项刺杀派大星的任务，与小丑女哈利、血腥运动、波点人、捕鼠者、蠢萌鲨鱼王以及第一部的老干将弗莱格组成一队。因为信奉着和平，所以史密斯走到哪儿杀到哪儿。而后他听从了阿曼达的鬼话。事实上，海星计划就是美国政府投资的，为了将秘密藏下去，史密斯出手杀死了弗莱格。Peacemaker. What a joke. 血腥运动则是为弗莱格报了仇。最终，阿曼达的手下集体反水，协助特遣队击杀了派大星，没能让他引爆队员脑中炸弹。至此，这群反英雄的英雄们算是捡回了一条命。史密斯虽然脖颈被击穿，又被建筑压了好几天，但却没有什么致命伤，也就肋骨需要好好养养。结果史密斯只关心 X 光片，把自己拍成了个大傻个。他的理由是自己各种投击、肩击之类都在加强训练，并非是普普通通的大鸡巴。然而光片却没有体现出自己的优点，大夫不想屌他，只提醒史密斯尽可能别去活动右臂，锁骨需要慢慢恢复，没啥事就可以出院了。史密斯不敢置信，他找了保洁大叔咨询情况。毕竟他可是杀了弗莱格，刑期都还没服满。 Dude, can I trust you? No. Fine, fuck it. I ask you a question and don't tell anybody about it, okay? I would never betray a secret. Truth is, I'm supposed to be in prison. For what? Superhero shit. You're a superhero. Superhero are you? Peacemaker. Get out of here, motherfucker! Dude, I'm fucking famous. Not that famous. Aquaman, he's famous. Fuck Aquaman. No, man. 怎么他和平使者也是个超级英雄啊？史密斯不惜黑了把水行侠。网上可是有人爆料说海王花钱跟熏鱼睡了一觉。Aquaman fucks fish? Yeah. Fine. If you're a superhero, what were you in prison for? Integrity. I made a vow to have peace, no matter how many people I have to kill to get it. 大叔却惊呼：“就他妈你叫和平使者呀！”种族歧视的超级英雄史密斯狡辩不动，他选择不了任务目标的肤色。见大叔情绪激动，史密斯发誓会均衡一下目标的颜色。说半天跑题了，史密斯是想问问附近有没有警察埋伏自己，既然没有，那不得原地解放啊！他换上制服，大摇大摆地悄悄离开。值班护士后脚就给莫恩发去了短信。从出门到上了出租车，史密斯一直忐忑不安，直到司机驶离医院100米，史密斯激动的手舞足蹈。到这后，史密斯给不起车费，兜里就剩派大星那边的货币，说不定这1块钱等于美金的100万呢。管他怎么忽悠，司机就是不吃这套。最后没收了头盔，以物抵价。4年未归，家门上了锁，几个经典藏钥匙的地方都没找到，史密斯只能是破窗而入。这一摔让尚未恢复的右臂传来扎心的疼痛，家里被翻了一团糟，可见这些年没少有人在找他。最让史密斯心力憔悴的是，电话费一直没断缴，4年非得欠下一笔巨款呢。几乎所有留言和短信都来自义警，是史密斯刚出道那会儿一起除暴安良的小哥们儿。几百条语音，上千条短信，史密斯根本没心情听完。很快，几个人包围了他的住处，为首的男人就是莫恩。I'm good. I'm good. Fuck! 4年的刑期说短也不短了，关键是距离史密斯释放还他喵的有26年呢。脑袋里的炸弹也没有拆除，自然很快就被逮住了。这一批人都是和阿曼达有着各种联系的，莫恩的直属上司就是阿曼达。简而言之，他在这部剧里相当于是小阿曼达的位置，包括哈考特、约翰、利奥塔都是在为阿曼达干活。前两者都在派大星之战里协助过特遣队，至于利奥塔算是个纯新人，但却还有个牛逼的身份，她是阿曼达的女儿，这是个秘密，没什么人知道。莫恩此番前来自然是让史密斯当工具人。海星计划已经完成，现在的新任务叫蝴蝶计划。想起海星计划真的是去跟海星干架，史密斯不由得担心起了蝴蝶。他认为对手一定是摩斯拉呀，自己干不了这事儿，得让哥斯拉来干。当然了，史密斯也没有拒绝的权利，不然就是脑花刺身线上啊。说罢
几人就约在晚上见面详谈。史密斯怎么看约翰的胡子都像是染的见面色，便起了个外号染胡哥。行动前，史密斯要先去父亲家接走自己的宠物秃鹰。民风淳朴，当地人打招呼都是发个长发个短。隔壁老头还讽刺和平使者是反派，蝙蝠侠那种才叫英雄。 You that peacemaker guy? Yeah. Evil supervillain? Not a supervillain. I'm a superhero. Batman is a superhero. Just because some other dumb motherfuckers out there with shit. No, my fucking Wrigley, oh fuck! 史密斯跟他 fuck 了几句就进了屋。说起这对父子啊，那可真是父慈子孝了。他爹奥吉始终认为儿子是个娘炮，打小就灌输这种思想，这才逼得史密斯成为了现在这副模样。尽管如此，奥吉还是觉得自个儿子是个普希。多年不见，本想着好好叙旧，但瞅父亲这样子，史密斯心想还是得了。虽然史密斯的电话号奥吉忘了注销，好赖是给英英留到位了。他才是史密斯最大的牵挂，最好的伙伴。英英突如其来的拥抱让史密斯愣在原地。回过神的他连忙着老爹拍几个照片，这玩意儿没证据说出去谁信呢？然而奥吉早就溜了。此时史密斯的心情就好似完成了一个惊人的操作，但回过头却发现没人分享。留下来吃午饭，史密斯想说点什么让父亲夸赞自己，于是他把血腥运动怕老鼠的事提了出来，还强调血腥运动那家伙小时候被父亲关禁闭，里头都是老鼠，这才如此畏惧老鼠。表面看似猛男，实则是个娘炮。听到这儿，奥吉和英英都笑疯了，以至于他差点一口气噎过去。史密斯赶忙倒水给父亲顺气儿。奥吉话锋一转：“你不会就是被这个娘炮打进医院的吧？”空气突然安静啊！奥吉的脸顿时就耷拉了下来，瞪着坐立不安的史密斯骂了句：“普希啊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笑点呐！”史密斯待不下去了，想拿个备用头盔就离开。奥吉便领着他去了密室，里面的一切让史密斯应接不暇。这头盔有的能自保，有的能进攻，总之每一个都是为了杀戮而生的。史密斯顿时有些感动，难道这些都是父亲为自己准备的？但奥吉马上打脸 These are all from before. I never gave you a second thought while you were in there. Fine. I hesitate giving you any helmet. As big a simp as you turned out to be. 他希望史密斯能拿这点装备做点好事，例如杀点特殊人种。他爹是个种族主义者，史密斯也很无奈啊，因为他并不是，只拿走了带防护罩功能的头盔。同时，莫恩一行人也驻扎在了周围。哈考特和约翰一直把利奥塔当成了实习生，甚至有点老油条压榨新员工的架势。Well, she's entitled to her opinion. Thank you. Her stupid fucking opinion. 晚上7点，众人准时到餐厅等史密斯。见他武装赴约，众人又不约而同地嘲讽他傻缺，甚至都认为阿曼达在搞他们。史密斯脑瓜子锃亮，不客气地点了份主食。穿制服的目的是想把它穿开了，新衣服多少有点不合适啊。另外，史密斯认为这衣服会给人带来恐惧。Why is there a bald eagle in your car? It's Eagly. Eagly is your pet eagle. Yeah. Your dog named Doggy? A daughter named Daughtery? 不远处，一个男服务生正痴痴地望着他。史密斯认出了男孩是自己一哥们儿的弟弟，精神方面有点问题。史密斯冲他打了招呼，就算是打了招呼吧。莫恩把第一个任务目标的资料给了史密斯，对方是一名议员，上面怀疑他是蝴蝶的议员。史密斯对莫恩没啥好感，毕竟对方有些故事见不得人。话没说完，约翰就让史密斯把头盔摘了，戴那玩意儿吃饭会粘上残渣。史密斯反讽道：“我这头盔比你染的胡子好清理多了。”这个梗是过不去了。哥们儿的弟弟见到史密斯后高兴极了，忍不住就在后面扭了起来，一不小心还就干了个尬呀。哥们儿的弟弟马上开车狡辩：“我女朋友怀孕了。”太开心了才舞了起来。 Why are you always trying to get me to set you up with my cousin then? Well, I wouldn't say like girlfriend because we are going to have an abortion. Hey, you're invited if you want. I don't want to come to your abortion. 领取了主线任务，史密斯就准备开车回去。路上跟利奥塔聊了几句：“这是你家狗啊？”“啊，对啊，它不咬人。”结果英英上去就是一口，史密斯还得来了句：“哦，它平时不咬人，今天不知道怎么了。”哎，有那味儿了啊！他想说英英今天抱了自己，但实在没证据，也没有必要非得让人相信。利奥塔话锋一转，问起了莫恩的故事。史密斯也没有说太多，只是告诉他那家伙以前是个佣兵，自己不相信这种人。说罢，两人就要分别。史密斯蹲了好几年监狱，已经有些饥不择食了，疯狂暗示利奥塔老哥的老二老大了，外号星星的手臂。结果人家不理他这茬，史密斯一人一鹰嗨了起来。膀胱一瞥，史密斯看到了哈考特，这女人对他胃口还高冷。
史密斯当街就来了个双实线掉头，一路尾随进了酒吧。几个酒鬼正在试图搭讪，但口嗨并吓不到哈考特，男人吃了瘪，只能回到同伴身边。这时史密斯也到了，上来就是那句真巧啊妹子。俩人还没聊几句，刚刚那批人就跑来个出头的，哈考特轻松拿下，自信转身。这一幕让史密斯碍住了，自己尾随过来的事儿也被人家看穿了。既然如此，史密斯直接挑明，有没有兴趣来一场器官硬碰硬的游戏啊？脖子以上全是禁区的那种。哈考特愤然离去，合着史密斯跟那几个酒鬼没啥区别。史密斯相当难受啊，膀胱一瞥，史密斯看到了摇滚妹，俩人眼儿一对，直接回家呀。利奥塔这边跟母亲通了视频，想问问莫恩是不是好人，但阿曼达做事不在乎对方是不是好人，反正自己不是个好人。女儿就是他安插的眼线，监视着团队的行动。阿曼达要求利奥塔把假日记藏进史密斯家里，不能被任何人发现。日记上还清晰粘着维恩集团的贴纸，都要把本编踢了，你 DCEO 还留个勾勾的彩蛋呢。阿曼达答应女儿，这是最后一项任务。这边史密斯神清气爽，膀胱一瞥，他看到了摇滚妹的唱片，全都是合自己胃口的音乐，他直接开枪手舞足蹈啊！这一天糟糕的心情全无。史密斯嗨得不行，却没有注意到摇滚妹的杀机。反应过来后，身上被扎的全是窟窿，这一段看着就疼，能和谐就和谐。可打着打着，史密斯就发现这女人不对劲儿，完全不像是人类的行动力，力量强的一匹，还不怕任何进攻，这给史密斯吓得不轻啊！能抓住的东西全都丢了出去，奈何自己还是只能挨揍。史密斯想都没想，直接跳楼啊，直接导致右臂的旧伤复发。哪知这女人直接跟了过来，不要命的杀向了自己。幸好史密斯的头盔防护罩起了效果，女人当场化作一滩烂泥，威力之大让史密斯原地石化。转眼天上掉下一只负鼠，是英英贴心为史密斯准备的晚餐。刚刚他去捕猎了，正好躲开了头盔的冲击。英英拱了拱老鼠，慢慢的站在了史密斯身边。片尾的小彩蛋是奥吉研发了一款能长疥疮的头盔，这玩意儿史密斯当时哪敢要啊？本以为又会是烂片，结果它竟然是个科幻皮囊的大喜剧啊！和平使者正是银河护卫队的导演詹姆斯·古恩，自杀小队全员集结也是他导演的。滚导拍片确实有一手啊，已经开始期待银护3了。我们救事不救人啊！滚导之前卷入的问题就不在这里说了，他的才华是有目共睹，但人品也就那样。和平使者这部剧目前更新了3集，可以说每集都是很傻屌无厘头啊，看着好玩就行了。我会尽快更新后面2集，咱们就直接下期见了。